有人问我，拿自己的命去拼，值不值？我说，我妈的命值。这次主干线抢修难度系数史无前例，公司决定干完这趟奖励10万，10万。万一出了事情啊，公司也会赔偿100万。若是能够完成这个任务，妈就有救了。这个任务我来干。好，公司就缺这种有胆识的人，完成这单，你就是公司的英雄，升职加薪不在话下。妈，我做到了，医药费马上就有着落了！哇，太牛了！这笔10万块奖金你拿着，我心服口服。不愧是我们公司唯一的8级电工。陈默，你他娘的不要命了！我在下面看着都快吓尿了。签字吧，这是你这个月的奖金。1000块？怎么才1000块？是不是算错了？当初明明说好的是10万。自己看，第7条是完成情况发放，上面批下来的就是这个数。完成情况，那根线不是修好了吗？凭什么扣？我只管发钱，有意见找老板。陈默，你怎么一点规矩也没有？进门不知道敲门吗？王总，我需要一个解释。合同写的明明白白，调个扳手扣1200，高空作业违章罚款3000，断电时间超出预期，每小时扣800。这么算下来，你还倒欠公司5000。不过看你功高劳苦，还是给你发了1000。我妈还在医院等着钱透析呢。那是你家的事儿，公司不管这个。你要是觉得不合理，去告啊。仔细看看第3条，合同第3条，作业人员因自身操作失误导致的损失，由作业人员全额承担。快签快签，赶工期呢。这些都是制式合同，大家都一样。放心吧，10万块还能跑了不成？既然你这么缺钱，那不如多干点活，多接几个这种大单子，这钱不就来了吗？舅，签个字，财务等着入账呢。110千伏抢修项目，特殊嘉奖，总经理奖金10万元整。我就当老板，给自个儿外甥发奖金有问题？你以为这10万是给你的？你也配？所以从头到尾，这10万就是给你们自己准备的。你他妈说话注意点儿！一个臭爬电杆的也敢跟我叫板儿？你一个月工资才多少钱？给你1000算看得起你了。莫啊，你也别激动，公司有公司的财务制度，那10万是管理层的专项激励，跟一线作业人员的劳务费是2个渠道。你呢也确实辛苦了，这样子吧，我额外拿200块给你，你拿去给阿姨买点营养品，也是公司的一点心意。一点心意，做人要懂得知足。这钱我不要了！你这种吃人血馒头的黑心上司，我也不想干了。陈默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出了这个门，整个临海市不会再有任何一家电力公司敢用你。你在威胁我？总之，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回去好好干活，月底评英，我给你报上去。这种大饼，你还是画给别人吃吧。陈默，
你妈下个月的斗戏费你拿什么交？你真要拿你妈的命来赌这口气？这就对了嘛，年轻人不要意气用事。回来，坐下，咱们好好谈。你妈的事儿，我帮你申请个困难补助，1、2千还是？不必了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不就一个爬电杆的吗？走了狗屎运，考了个证，真以为离了他公司赚不了？为公司奉献了8年的青春，最后就落得了这个下场。小陈，你今年34了吧？不是小伙子了，做事能不能成熟一点？跟我置气，不值当。我跟你说句实在话，你现在回来，我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。那1000你拿着，我个人再添2000，凑3000，够你妈做2次斗西了吧？这是我最后能给你的面子，你要是还不知好歹。王大山，你这周是不是接了一个高空带电作业的单子？是又怎么样？我王大山开公司这么多年，难道离了你就赚不了？合同条款第10条，必须由持有特高压带电作业资格证的人员，在电力系统报备后方可施工，否则甲方有权追索300万违约金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整个临海市有这张证的，只有我一人。你倒是可以让你的宝贝侄儿去试试，看他能不能修好。姓陈的，你他妈少看不起人！我侄儿年轻，脑子好使，你以为那证就你能考？且不提他考不考得出来，哪怕一切顺利，从报名、培训、实操到拿证，最短也要半年。而那1000米的高空，风一吹，脸绳就晃得像荡秋千。你那宝贝侄儿恐怕爬不到一半，就直接尿裤子了。陈默，你……请问是陈默，陈师傅吗？我是，哪位？陈师傅您好，我叫赵国良，是临海市光明电力工程公司的负责人。光明电力，全国第1的电力公司，薪资待遇最顶格，同时也是王大山在临海市最大的竞争对手。陈师傅，您在王大山那边干的活，业内全传开了。110千伏高空抢修，整个临海市只有您能拿下来。王大山那种人不配留您。来我这边，年薪翻3倍。您母亲的医药费，公司全额垫付。赵总，您查过我，做我们这行的不了解人才，怎么敢打电话？什么时候谈？现在，我发定位给您。舅，你怕什么？离了陈默，我一样能干。你拿什么干？你连证都没有，甲方要求8级电工持证上岗，那就找个替身。完了完了，甲方怎么这个时候来检查了？去飞天山把那个假证找出来，快去！换上工装跟我上去。就这是要坐牢的，那也总比赔300万的违约金好。这笔金额足够让我破产了。李经理，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。施工负责人临时身体不适，我换了一个同样有经验的老电工。证件。当我不识字，这个证的编号格式3年前就废弛了，你敢拿假证糊弄我？我给你2个小时，把真正的8级电工找来，否则法庭见。滚出去！别在这丢人现眼！1.8米的个子，狗屁用没有！妈的，求他总比赔300万强。陈默，是我，王大山。王总，有事儿？陈默，刚才是我糊涂，说话不过脑子。那10万块，我1分不少给你，我再加20万，一共30万。你现在过来，把这活干了，什么都好商量。王总，你刚才可不是这个语气，你前面可是说
这是你最后能给我的面子。那我现在也告诉你，你的面子我不稀罕。陈默，你不为你自己想，也得为你妈想想。她那透析费你拿什么交？这就不劳你操心了，我已经找好了下家。谁敢挖我王大山的墙角？光明电力。你要去光明电力？不错，我也顺带提醒你一句，你手里那个高空带电作业的项目，合同条写的清清楚楚，甲方可是对施工人员的资格证有追诉权。追诉权？就算你今天糊弄过去了，事后查出是无证施工，300万违约金照样跑不掉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很明白，王总，你自己保重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完了，全完了。人呢？李经理，陈默他家里确实有急事儿，实在来不了。但是我们公司还有其他持证电工，水平也不差的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陈默到底能不能来？好，很好，打电话叫法务部过来。是李经理。李经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就一次，我亲自去把陈默请回来，跪着也把他请回来。松手！李经理，求你了。请？你拿什么请？你把人家当牛使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今天？合同就此作废，300万违约金限你1周内到账，行业黑名单我也会通知商会。明天开始，整个临海市没有人会跟你做生意。还有，你伪造特种作业操作证，涉嫌刑事犯罪，我已经让秘书把证据留好了。李经理，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。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要选你这家小公司吗？就因为陈默，整个临海市只有他能干这个活，你没有陈默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都怪你，都是因为你。我也是按你说的做。我现在不管你这么多，你给我去把陈默找回来。找不到的话，你也别回来了。莫哥，你听说了吗？王大山那边炸锅了，甲方直接把合同撕了，300万违约金，还把他公司拉黑了。已经有人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了。你是没看见王大山那个怂样，跪在地上抱着人家腿哭，太解气了。解气有什么用？什么意思？王大山欠的可不只有我一个人的钱，他欠的是底下50、60号兄弟的工资，那些人跟了他7、8年，最后连遣散费都拿不到。强子，来老陈面馆碰面。莫哥，老李他们几个去找王大山了，连门都没进去。王大山让保安把大门锁了，电话也不接。那帮兄弟跟了他那么多年，现在连个说法都不给。莫哥，你说怎么办？让他们先收集证据，工资条、考勤记录一样都别少。再跟老李说，王大山那边拿不到钱没关系，让他先稳住兄弟们的情绪。你告诉他们，最迟1个月，我给他一个交代。老李，莫哥让我带话。莫哥说了，让我们先收集证据，都保存好。他说，最迟1个月，他会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收集证据，那得等多久？我老婆下个月就要生了，住院费还没着落。慌什么？莫哥既然说了这话，就一定能做到。他跟王大山不一样，他什么时候骗过咱们？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干等着？不等。莫哥说等消息，那咱们先找点零活干着，有手艺的人还能饿死不成？莫哥还说了，让老李你先把有证的兄弟名单列一份出来，他去想门路。好，我听莫哥的。舅，我跑了3天，一个工人都没找回来。陈默那帮兄弟现在全抱团了，我连门都进不去。一群白眼狼！老子当年带他们入行，现在全跑到陈默那边去了。
那咱们那个项目，甲方那边催着要人，催什么催？非要那什么8级电工，全临海就陈默一个，他不回来，我上哪儿去找第二个？陈默，你给我等着！还有一条路。喂，哪位？赵总，是我，王大山，以前在商会见过一面。哦，王总，找我有事儿？赵总，陈默是不是在你那儿？王总，人才的去留是自由的，你有什么事儿？赵总，那个项目我让给你，但你得帮我把甲方的违约金免了。陈默给你，我不要了。王总，你可能搞错了一件事儿。陈默不是你让给我的，是他自己选择离开你的。至于违约金，那是你跟甲方的事儿，与我无关。赵总，你听我说，你就当帮我一个忙，以后我……陈默，赵国良，你们给我等着！陈师傅，欢迎。赵总，客气了。走吧，进去谈。陈师傅，合同你看看。陈师傅，经过我们公司董事会商议，给你的待遇是基本工资翻3倍，项目奖金单独核算，以及医疗费垫付50万。赵总，你到底图我什么？我图你能干我不能干的活。今天说开发区那个电电站搁了3个月，我手下没人敢签生死状。你要是能干成，我给你分公司10%的干股。行，活我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等我拿到干股之后，王大山欠的那50-60个工人的工资，我要用光明电力的名义先垫付给他们。你是想把王大山的工人也挖过来？那些人都是熟手，技术不差，只是跟着王大山没出路。与其让他们流散到外面，不如变成我们的力量。行，垫付的这笔钱从你未来的分红里扣，没问题。欢迎加入光明电力，陈总。赵总，别叫我陈总，我还是那个爬电杆的陈默。哈哈哈哈哈！那好，陈默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是开发区变电站的核心高空接入工程的详细资料，有利于你了解情况。我想先去现场看看。你给我滚进来！你不是吹牛逼说你啥都能干吗？现在我给你指条路，去黑市接活。那些私人矿场、小工厂不看证只看活，干一单5万块，来填这300万的抠了。那不符合安全规定。安全？等我破产了，你也吃不了兜着走。陈师傅，你可总算来了。这个项目难度极大，前后已经有3拨人撂挑子了。这就是那个8级电工，看着也不像有3头6臂啊。哎，别瞎说，人家可是真本事。我有办法了。塔基西南角的防风拉锁安装角度完全错误，导致整条线路受力不群。只要在3个关键节点加装缓冲装置，风险至少降低70%。这我们怎么没有想到？操，真不愧是8级电工。给我3天时间准备材料，我有信心在5天之内干完。陈师傅，这个活要是干成了，我老刘服你一辈子。谭老板，我是王大山的外甥，我能干高空带电作业。
就你，算了，总比没人的好。进来吧。矿场的高压线路老化严重，需要更换3个电源气串，报酬5万，出事自己负责。这合同不正规吧？要么拿钱签字上塔，要么麻溜点滚蛋，你自己选。我签。既然签了合同，那就开始干活吧。王大山推荐的人，到底靠不靠谱？我恐高，上去，或者滚蛋。是男人就干脆点。我要是破产了，你也别想好过。拼了！快叫救护车！救命！救命啊！你他妈给我找的什么人？我的人要是死了，你得赔200万，1分不能少。不是我的责任，是他自己手滑。合同上写的是你公司承揽的活，你跟我说不是你的责任？陈默，对，陈默，我们公司的8级电工陈默，他绝对要负主责，怪他培训不到位。我把他的号码给您一份，你说的那个陈默，电话我会打，但是在3天之内，我要见到200万，要是少1分，我就要你的命。怎么样？防风拉锁改装方案可行，明天正式进场。好，这个项目交给你，我放心。喂，哪位？陈默是吧？我叫谭阎王，王大山欠我1条命，他说这事儿跟你也有关系，你说这事儿怎么算？怎么算？首先，我跟王大山不熟，他的人欠你的债，你别找我。其次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们应该是在做非法高空作业吧？能这么做，你早该有出事的心理准备。最后，你在临海市矿场的供电线路全部走的是市政电网，而整个临海市的高压供电方案审核，最后都要过我这一关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要是想让你那3个矿场明天开始正常供电，就别来惹我。你这张嘴，可比你的手艺还厉害。离婚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3个节点必须严格按照我的标注来安装缓冲装置，顺序不能错，角度不能偏。明白。陈师傅这技术，恐怕我还要再学个10年。10年？给你再学50年，都远远赶不上陈师傅。连4架重型内破，通知到电网故障，部分区域停电。陈师傅，歇会儿吧，都干4个小时了。没事儿，我还可以继续。你疯了？下来歇10分钟再上去。工期紧，耽误不起。陈师傅，吃点东西。谢谢刘哥。你妈病得重吗？尿毒症，透析好几年了，所以你才这么拼命。我妈就我一个儿子，我不拼谁拼？妈，等我干完这个项目，你的透析费就有着落了。这里有问题。陈师傅，这张图我审了3遍，不可能出错。你看，这2条位线的安全距离标注，如果按图施工，在特定气象条件下，可能发生详减短路。我干这行20年，经验比你丰富。这是临海市近10年的气象数据，还有短落概率的计算公式，你可以自己算。这确实有问题，趁问题还没发生，
先改图纸吧。对不起，是我疏忽了。你是我见过最较真的电工，较真儿才能不出事儿。赵总，陈默这个人太厉害了，他发现设计院图纸上的错误，总工当场道歉，连夜改了图纸。我知道，我干这行20年，真没见过这种人，在塔上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，下来歇10分钟又上去了，简直不要命。他不是不要命，他是知道命有多重。给陈默追加20万项目奖金。20万，他值这个价。你毁我老公！你毁我老公！嫂子，你冷静点，这是10万块，先垫付医药费。10万块够干什么？医生说他要做2次开颅手术，你就拿10万块打发我们？成了，完成了！陈师傅，成了，我们提前2天完工了。我果然没看错你，整个临海市电力系统，无人能与你比肩。运气而已，赵总过誉了。陈哥，我错了，求求你帮帮我吧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你就当初扣我10万块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？他说整个临海市没人敢用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？陈哥，我就说了，只要你肯回来，公司分你一半，什么都好商量。陈哥，陈哥，求你了！怎么了，莫哥？你到底打算怎么处置王大山？兄弟们都在看你的态度。之前的劳动仲裁已经冻结了王大山的资金，但是他也一直不愿意付工资。这样吧，你先去把老李他们叫来。莫哥，你找我们？之前兄弟们在外面打零工辛苦了，如今我完成了项目，获得了10%的股份。我准备用光明电力的名义，把王大山欠你们的钱先垫上。但有一个条件，你们得来光明电力干活，工资翻倍，5险1金，正规合同。陈默，你是认真的？我们也能来光明电力？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？别哭了，啊，回去收拾收拾。下周1来报道。莫哥，这靠你垫钱怎么行？我们得让王大山那个家伙付出代价呀。你去放个消息出去，就说我愿意收购王大山的公司。收购？就他那破公司？条件是他要把所有欠薪结清，并且签一份10年的竞业禁止协议，不能在临海市从事任何跟电力相关的生意。你是要……去吧。陈总，不，陈哥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只要你能拉我一把，我什么都答应。王总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这里有一份协议，你先看看。123万，我现在哪来这么多钱？那就是你的事儿了。王总，你不是最擅长视完成情况发放吗？现在我也视你的完成情况来收购。陈默，你这是在羞辱我！羞辱你？王总，我只是在教你一个道理，做人要懂得知足。签了，你满意了？30天内钱到账，收购生效，少1分合议作废。陈默，你记住今天。我一直记着，从你扣我10万块那天起，每一天都记着。怎么还停电了？连电都断了，真是墙倒众人推。您拨叫的电话已关机。
123个电话，没一个人接。王老板，你这房租拖了2个月了，到底什么时候交？再宽限几天，我马上有一笔钱。这话你都说了3回了，下周1之前要么交钱，要么搬走。这是催租通知，我可没有这么多耐心。都来逼我，欠债的、催租的、离婚的，全都来逼我。386块，我王大山的全部家当，386块7毛4。30年，我王大山拼了30年，到头来连电费都交不起。王老板，来得够早的。老周，你看看这车能卖多少钱？泡水泡得不轻，变速箱都锈透了。王老板，现在行情不好，这价格嘛……上次说是10万，我把车开过来，你怎么变卦了？上次是你开价，我发善心接盘，今儿是你找上门来求我，能一样吗？8万。老周，你也是做生意的人，做人不能这么不厚道。做人？王老板，你当初怎么对工人的？真以为我没听过？你跑过来跟我谈做人，那是我拿命挣的车，你一句话就砍我2万。6万，你再动一下手，我就按废铁成金收。想好了给我打电话。当年牛气哄哄，现在连6万都要跪着卖，真废。120万不还价，你今天就给我挂上去，卖多少我认多少。上回您死活要180万，今天怎么……把我的手机号也写上去，看房直接找我，不用问。王老板，其实这种急售的挂牌价，最后成交一般还会被砍。卖，我都快进去了，还留着房子给谁？王总，老张，别挂，我就几句话。你借我30万，我把公司股份抵给你，分你一半。我的钱全压在材料款上了，上个月刚进了一批电缆，到现在还没回款。那20万也行，实在不行10万，10万总有吧？王总，你去找别人吧，我这日子也难，别让我为难了。别说30万了，现在连10万也借不到。当初老子辉煌的时候，一个个称兄道弟，现在一个个都避之不及。陈默、赵国良，既然不让我活，你们也别想好过了。王总，我以为你早把我的号删了。王总，你当年可说我这种人沾不得，早晚折进去，怎么现在想到我了？这东西拿到手，你得冒不小的风险吧？你打算让我拿它干嘛？把图纸卖给光明电力的竞争对手。另外，你还得派几个手脚干净的，趁半夜摸进电站，把主供电缆从头到尾切3处。王总，断电缆这是重罪，抓到了起步10年。你要我冒着进去的风险去搞沉默，那你得先告诉我你能给我什么。这辆车价值6、7万。6、7万，打发叫花子呢？你知道我手下几个兄弟要养，
最少20万。行，我再把手上剩下的几套老旧配电设备卖了。事成之后，你的20万一分不会少。我王大山说话算话。王大山说话算不算话，我心里有数，道上也有账本。阿虎，把家伙准备好，周3夜里动手。王总，我丑话说在前头，要是你敢在尾款上耍花瓤，我们之间就不是钱的事了。按这进度，后天可以交付。兄弟们这几天都辛苦了，收工后我请客，食堂打包几个好菜回来。莫哥请客，那可得点红烧肉。点，管够。陈师傅，昨晚上我巡夜的时候，看到工地外头停过一辆没牌的面包车，晃了一圈又走了，我觉得不太对劲。几点？凌晨1点左右。当时值班的小王想上去盘问，那车就跑了。我让他记了轮胎印儿，宽胎越野车。今晚巡夜加双岗，铺定会周围拉一道临时监控，他们今天白天肯定会来打探消息。你怀疑有人盯上咱们了？不是怀疑，是肯定。老大，库源柜就在那排铁皮棚子后面，主电缆走的是地下砍斗，从外面切。得先敲开检修井告。检修井在围挡东北角，那里监控盲区。从撬井盖到切断电缆，15分钟够。你带液压钳，我望风。东面围挡有动静 ，A 组过去 ，B 组把住入口。两位，大半夜的找什么呢？这里不通电。检修井下面是高浓度电缆油，液压钳一夹，火花会直接引燃高道里的残油。你们不但会把自己炸飞，还会连累整片开发区的供电。陈默，你别多管闲事，今晚的事就当没发生过。有人花了钱让我们来拿点东西，拿点东西。那把液压钳能切高压电缆，也能切人命。你应该知道我不是在吓唬你。我已经按好了稽查的号码，就等莫哥一句话。给你2条路，第一条，我报稽查送你们进去，破坏电力设施，你猜能判几年？第二条呢？第二条，你当着我的面告诉你的老板今晚的事儿没办成。黑子，怎么样了？得手了没有？这件事儿办不成了。什么？陈默早有防备，我和阿虎刚摸到井盖边上就被围了。你他妈的废物！我给了你钱，我给你图纸，你就这么办事儿的？你那辆大奔我不要了，钥匙一会儿就扔进河里。这件事到此为止。黑子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清楚。黑子，陈师傅，你听到了，电话我打完了。今晚的事，我可以不追究，但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把图纸留下，还有王大山给你的那份图纸，是不是复印件？原件在哪儿？原奖在他手里，他给我的是复印件。他说，如果这次成了，后续还有几个电电站的位置图可以接着做。走吧，以后别让我在临海市再看见你。莫哥，真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抓一个黑子容易，但黑子背后是王大山，抓了黑子，王大山顶多算雇凶未遂，关不了几天。这些图纸是王大山从公司内部偷出去的，能接触到这份图纸的人，除了你、我、赵总、设计院那边的几个人，还有谁？你是说，有人被王大山用钱收买了？顺着这条线查清楚图纸是从谁手里流出去的。另外，把今晚的事告诉赵总，别点名，就说是某家快要倒闭的公司老板指使的。莫哥，按你说的，消息放出去了，商会里现在全在传，说这家公司的老板胆子大的没边儿，居然雇人去切光明电力的电缆。陈总，楼下有个姓王的找您，
他说是您的老熟人，今天特意来求您见一面。让他去会客室等着。王总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陈总，陈哥，那协议123万，我能凑的都凑了，还差一大截，您看能不能通融少一点？那您说个数，您开个价。王总，你觉得我沉默做事是在跟你开玩笑吗？是王大山花了钱让我们来拿点东西，他给的钱，他给的图纸，全是他让我们干的。这是栽赃陷害，是不是栽赃？稽查会查清楚。加上你之前伪造特种作业操作证，2罪并罚，可以争取在里面蹲到退休。陈总，你不能这样，我求求你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王大山，你一直以为我离开你的公司，你落到今天这个下场，是我在跟你过不去。其实你说反了，是你一直在跟我过不去，跟底下50-60个工人的活路过不去。你不是输给了我，你是输给了你自己。我改了，陈默，我真的改了。你给我一条路，你不给我路走，我就真的一无所有了。你公司的一切全部转让给光明电力，转让对价，我会带你补齐你名下拖欠工人的工资和遣散费。另外，放弃追究你雇佣黑子的事情，签了，最起码不用加刑；不签，你现在就可以走。池茶会带你进去养老一辈子。他早准备好了，他早知道我会来，这一步他早就算好了。行了，我们的事情就到此为止。今天我们正式完成了对原王大山公司的业务整合。下面请我们临海分公司的合伙人、技术总监陈默上来说几句。1年前，我在1000米高空的电线上跟老天爷抢时间，拿命换我妈的医药费。那时候有人问我，值不值？我说值，值的不仅仅是钱，更是我今天站在这里，能跟你们说，咱们干这行，拿命拼可以，但不能白拼，每一滴汗都得有人认，每一分钱都得有人给。从今天起，临海分公司正式承接原王大山公司的所有遗留项目，咱们不欠工人1分钱，不拖工期1天。莫哥，跟你干，我们心里踏实。王大山签字的时候什么表情？赵总，接下来还有一件事，我想用咱们公司的资质，在临海市成立一个公益项目。什么项目？义务检修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低保户，家里的电路漏电保护全部免费上门检修，换配件不收1分钱，钱从我分红里扣。好，不是从你分红里扣，公司出一半，你出一半。这个项目叫光明到家。妈看你眼睛下面都是黑的。没加班，就是工地上的事儿多。妈，医生说你这个月的指标特别好，再观察几天就能出院。这透析的事儿总算不用再愁了。你爸走得早，妈就剩你一个儿子。你要是把自己累垮了，妈才真没法活了。陈默，你妈这回的秸秆降得很理想，透析周期可以减到2周1次。继续保持这个生活规律，再配上我们新调的药，长期稳定没问题。大夫，谢谢你，以后我妈的病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，不用顾虑费用。今天上午排查7户，第一家是3栋102的吴奶奶，独居，73岁。社区说她家里的电线老旧，经常冒火星。吴奶奶，我们是光明电力的，来免费检修电路。来了来了，快进来！厨房那个插座一插就噼里啪啦响，吓得我好几天都不敢用电磁炉。零线和火线接反了，接口铜片也老化了。李哥，把旧插座拆了，换个新的。厨房的漏电保护开关也换一个。好嘞。吴奶奶，以后电路的事儿千万别自己弄，您给我们打电话，我们上门换，不收钱。你们真是好孩子，这年头还有人惦记着我们这些老人。
您的灯亮着，临海市的灯才都亮着。陈总，这个月全市电网故障响应时间又缩短了15%，省里评选电力行业标兵，咱们临海分公司入围了。新招的那批技校生明天开始岗培训，培训教室准备好了，40个座位，就等你明天去讲第一课。行，明天我会准时到的。我叫陈默，你们手里的高空作业手册是我写的，但这门课的第一讲，我不讲技术，我要讲的是什么情况下不该上那座塔。4年前，我在一个叫王大山的人手底下干活，差点死在1000米高空的电线上。从那以后，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：第一，没有安全员签字的活不上；第二，安全带没检查的塔不上；第三，疲劳到站不稳的时候不上。你们记住，你是电工，不是赌徒，你的命比任何合同都值钱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港区3期新增8个变电站，全部要上智能调度系统。市里点名要你来当技术总负责人。线路走向我看了，有几个地方需要改。海边的盐雾腐蚀比市区严重得多，所有户外街头必须加装防腐蚀受道。按你说的来，下午我去找设计院下修改意见。陈默，我干这行20来年了，见过太多人了，但是没有一个能够媲美你的干劲儿和技术。很简单，我站在塔顶的时候，只想一件事儿，把眼前这根线接好，一根线一根线接好，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干好，路自然就出来了。下个月董事会上，我正式提名你当临海分公司总经理。莫哥，你还记得吗？4年前你刚离开王大山公司那会儿，你说要把兄弟们的钱全追回来，我没当真，没想到你真的全做到了。4年前，我妈还在病床上等透析的钱，后来到了光明电力，发现除了我妈，还有50、60个兄弟等着拿回自己的血汗钱，那就一并做了。听说那个王大山在里头表现不好，跟人打架，又加了2年。他那个外甥王彪更惨，在矿上打零工被砸断了腿，现在在要饭呢。唉，当年多风光的人啊，开大补，住洋房，现在一个蹲耗子，一个要饭，做人呐，真不能太黑心。有些路是他当初自己选的。大菜来了！之前答应请兄弟们吃食堂的，今天我妈非说要在家里做。你们在外面那么辛苦，到家了就得吃家里做的。阿姨说的对，就是这手艺，以前在我们那条街，街坊邻居都夸。阿姨，太香了！以后能不能经常来蹭饭？本来说在酒店摆几桌，但陈默说就想在家里吃。今天当着阿姨的面，敬陈默一杯。好，我干了。妈，晚上凉，别在外头坐太久。小莫，你看楼下那些窗户，每一盏灯亮着，就有一户人家。以前你半夜出去抢修的时候，妈就坐在窗口数灯，想着那里面有一盏是我儿子修亮的。妈，以后你不用数灯了，以后我让这座城的每一盏灯都亮得稳稳当当的。好孩子，妈信你。你是王彪？当年你跟着你舅在办公室拿牙签剔牙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自己会有这一天？喝了早点睡，明天不是要去省里吗？妈，省里的表彰会，我想你和我一起去。这些年苦了你了。这个奖我受之有愧。我爬了15年电塔，见过太多比我能干、比我拼命的人。有人把命留在了塔上，有人到现在还没拿回被拖欠的工资。每一滴汗都该被看见，每一盏灯亮起来的背后都站着一个人。别让他们寒了心。所以，我今天站在这里，不是来领奖的，我是来替他们说一句话。
陈师傅，岛上等这盏灯等了30年。我来晚了。叔叔，你是把电送过来的人吗？不是，送电的是很多人，叔叔只是其中的一个。送给你。妈，今天有个小姑娘问我，是不是我把电送过去的？我回答她不是，因为这世上的灯从来不是一个人点亮的，但只要能做其中一个，点灯的人就足够了。